香格里拉对话会落幕后，中美谈判取得了什么进展？两国关系又将走向何方？大家好，欢迎收看马超说，我是马超。前几天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结束了。会议期间呢，中美两国防长之间的言辞交锋是受到了世界的关注。最终谈话没有取得什么结果。2天之后，中国就与俄罗斯在东海和日本海的空域组织了联合的军机巡逻。再结合近期中美的动向来看，我感觉现在的中美关系已经陷入了类冷战时期。什么叫类冷战呢？冷战大家都知道，就是上世纪美国与苏联之间的那种没有硝烟的对抗。而类冷战就是今天的中美关系，在战略上有竞争有合作，但是以负面的竞争为主，目前还到不了冷战的程度，但是已经沾染了冷战的气氛。那么类冷战从何说起呢？我们中国向来是反对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但是奈何美国为了守护它的世界霸主地位，眼睛里面是揉不得沙子，要把一切潜在的威胁和挑战者给扼杀在摇篮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中美两国防长看似是深入沟通、充分交流，其实是无效沟通，各说各话。你说你的前门楼子，我说我的胯骨轴子。美国还是老调重弹，那套什么中国威胁论，什么航行自由，什么台湾问题要和平解决。而中方为了守护自己的合法合理的利益，也是坚决不松口。给美国的反驳话语其实早就被我们讲了一遍又一遍，都快讲烂了。以上的这一切都说明，在政治上，中美基本上已经谈不到一块去了。哪怕5月份美国中情局局长伯恩斯秘密访华，他也注定成为不了下一个基辛格。因为中美之间的政治矛盾根本就没有得到解决，而只有矛盾得到了解决，双方之间有了回转的余地，才能够谈什么关系友好化，否则再多的沟通也只能是白费口舌。我们再看看咱们解放军最近和美军的友好互动上个月，中国的歼16战斗机在闯入南海的美国侦察机前面玩了一把危险动作，把美国印太司令部给吓得够呛，指责中国军机不专业。而随后，美军的中云号驱逐舰和加拿大海军的蒙特利尔号护卫舰在穿越台湾海峡时，被中国的052D 驱逐舰苏州舰给拦截了。我们的苏州舰和美军军舰是正面硬刚，从它的前方切入，逼得美舰是赶紧减速。两艘船距离最近的时候只有不到140米，险些就相撞了。这两起事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有些耳熟？在美苏冷战的时候其实也发生过类似的故事。但是苏联的飞机是真的划破了北约侦察机的引擎，差点让侦察机坠毁，而苏联的军舰则是直接撞上了美国的军舰，这就是巴伦支海手术刀事件和黑海撞船事件。我们可以看到中美在军事上的对峙已经有些了当年美苏之间的味道了，只不过还没有那样的激烈。而在经济交往上，即使美国早就想对华脱钩和打压中国，但是中美之间的贸易额在去年反而创了新高，达到了6900亿美元。不仅如此，今年美国苹果公司的库克以及特斯拉的老板马斯克是相继访华，这说明中美在经济领域目前的状态是打断胳膊还连着筋，一时半会儿扯不断的。结合上面我们所提到的这些事情来看，我们就可以发现目前中美关系的特点了。曾经国家之间有了冲突，那就是干就是打仗典型的就是1战和2战。但是后来由于有了核武器，美苏之间就放弃了使用战争，是在政治、军事、经济、意识形态上全面的进行对抗。而如今呢，在政治上对抗，在军事上有限对抗，在经济上竞争又合作，这就是中美类冷战的现状与特点。中美之间斗则两伤，和则两利。但是如果美国不改它的霸权主义思维，那么中国即使再不愿意陷入类冷战，也只能奉陪到底。好的，本期话题到此结束，感兴趣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我们下期聊。